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隔壁搬来个温柔懂事的小姑娘，久病在床的婆婆喜欢跟她聊天，老公就高价聘请她来家里照顾老人，也省了她不少心思。2个月后，婆婆病情加重，甚至连老公身体都出现了问题。我要求辞退那个女孩，婆婆大骂我没良心，人家小姑娘一个人背井离乡出来打工，为了照顾我连好单位都不去了，你这么做简直不是东西。老公也觉得我不可理喻，我看你就是嫉妒人家年轻漂亮，有她在我轻松多了，你把她赶走，我这病还能好？你就是盼着我死不拖累你吧？他们因为一个外人对我充满怨气，甚至在出车祸的时候果断挂了我的救命电话，等我死后欢天喜地将那个女孩娶回了家。再睁眼，我回到女孩刚搬来的那天，看着婆婆不情愿出门做复健，赖在家门口大哭大闹，我笑了笑，不去就不去，您不想去我还能逼着不成？我说的真心，毕竟以后痛苦的是她自己，跟我没半毛钱关系。不去不去，我这腿早就废了，就算天天走又有什么用？我不如早点死在床上。听着这熟悉的话语，我终于意识到自己重生了。此时婆婆瘫坐在家门口，大哭大闹着不肯下楼。几年前她因为救我半身瘫痪，为了报恩，我嫁给了她一心搞艺术的没出息儿子沈辉山，每天背着他进行复健，以防长期卧床得褥疮。但这过程又苦又痛，婆婆受不了，老公也对我越发不满，觉得我恩将仇报。正巧对门搬来个年轻小姑娘，她温柔懂事，一下就顶替了我在家中的位置，一直到我出车祸，尖锐的玻璃扎进我的脖颈，我拼尽最后的力气给家里打电话，谁知对面是3人的欢声笑语和老公不耐烦的挂断。临死的那一刻，我就发誓，如果能重来，我肯定不会再对这家人付出一点真心。所以婆婆想找死，那就随她去吧。我放开拉扯着她的手，随意道：“您不想去就不去吧，气坏了身体倒是我的不对了。”婆婆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一时间连干嚎都卡在了喉咙里。真的，今天不用下楼走路了。我真诚地笑了笑，不止今天，以后您不想去，我都不会逼您了。婆婆高兴坏了，连忙抱着旁边人的胳膊感谢道：“哎呦，小姑娘还得是你呀，我儿媳妇最是犟，今天要不是你说通了她，我可要吃苦头呢。”我侧头看去，蹲在婆婆身边的女孩正是前2天才搬过来的对门邻居李小青。刚刚婆婆大吵大闹，她碰巧出门，看见后就跟着劝。跟我粗犷利落的风格不同，李小青整个人都透着一股文艺范，白色的长裙，飘逸的长发，就连说话都是温声细语的。阿姨，您说的哪里话？我们是邻居，就等于是一家人了。我只是觉得，要是我妈妈身体不适，还这样逼着她出门，总归是于心不忍的。说着，她还若有似无地看了我一眼，贴心地将婆婆扶起后，她故意提了提身后的画板。既然阿姨没事了，那我也出门了。素描老师还在等着我呢。素描，你会画画呀？一听这话，我老公沈辉山突然来了兴趣。李小晴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，只是刚刚开始学，画得不好，老师又要离职了，我还不知道接下来要找谁学呢。她话还未说完，婆婆就热情招呼道：“跟我家辉山学呗，他可是美院毕业的。”上一世听到这里，我立刻制止，毕竟沈辉山自己都画不明白，所有相关工作最多干1个月就被开了，根本没能力教别人。结果老公觉得
我落了他面子，不满道：“都是邻居交下，怎么了？再说这外头好多培训机构都坑钱的，人一小姑娘外地来的赚钱多不容易，你能不能有点爱心？全家只有我一人在外工作，医药费和生活开销都压在我身上，因为攒不下钱，我连孩子都不敢要，没日没夜的加班赚钱，换不来一句感谢不说，转头倒是埋怨我对个陌生人没有爱心了。当然，谁都没他有爱心。见人家工作不顺心，直接高价请人家来家里做祖宗，面上说是护工，实际就是白送钱，反倒是他各种献殷勤，最后不仅把婆婆搞得病情加重，连自己也虚弱的倒下了。我见状要求辞退那个女孩，婆婆却大骂我没良心，人家小姑娘一个人背井离乡出来打工，为了照顾我连好单位都不去了，你这么做简直不是东西。老公也觉得我不可理喻，我看你就是嫉妒人家年轻漂亮，有她在我轻松多了，你把她赶走，我这病还能好？你就是盼着我死不拖累你吧？我当时真心受伤，好心全被当成了驴肝肺，所以这一事，我决定先下手为强。我掏出手机，打开收款码，既然要交纳，就得对你负责。按市场价，你扫个2万给我吧。如果2个月3级没过，我们就把钱退给你，再给你免费延长课程。既然阻止不了，那就顺势收点好处。我知道老公最在乎面子，如果直接说要钱，他肯定不要。上一世就是这样，还说我小气，邻居间计较这些。现在拿他的专业水平来打赌，他就会为了证明自己拼命监督这女人学习，不是想画吗？那就让你画个够。果然，老公听到我的提议，非但没说什么，反而拍着胸脯保证：“你放心吧，我绝对把你教好。”李小青听到这个价格，脸都黑了。虽然犹豫了一番后，但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给我扫了2万块。把婆婆弄回屋子后，我不再任劳任怨地待家里做佣人，先出门把我那辆不久后会出故障的车送去检修后，直接逛街到了晚上。回家开门的时候，本以为会看到2张怒气冲冲的脸，却没想到家里根本没人，反倒是隔壁传来了熟悉的欢声笑语。那门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没关紧，我推开就走了进去。只见我婆婆和李小青舒服地坐在沙发前看电视，而我老公正卖力地趴在厨房修水管，真是幸福一家人的模样。老公最先看见我，他下意识的心虚：“老婆，你回来了呀？”我看着他脑袋上的汗，嗤笑了一声。平日里垃圾丢在他脚下都不会看一眼的人，现在居然屁颠颠地跑别人家里献殷勤了。见我面色不善，他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要走。这时李小青也注意到了我，她推着婆婆轮椅到我面前，小心翼翼道：“兰姐实在不好意思，本来是看你家没人，我就叫阿姨和山哥来家里吃饭，谁知道半路水管坏了，这才麻烦山哥的。你别生气，我会付维修钱的。青青，你说钱可就见外了，那我们不是还得付饭钱给你？”婆婆亲昵地抚着李小青的手，转头又对我皱眉：“你哪去了？这么晚不回来做饭？青青人好，请我们来家里，就帮忙修个水管而已。你什么态度？拉着个脸不知道的，以为家里死人了呢？看看，我从进门开始一句话都没说，李小青倒好，3言2语就把我全家的关系给挑拨了。她肯定是知道沈辉山懦弱又妈宝，所以就先盯着婆婆下手。我不在的这几小时，真不知道她在背后编排了我多少。沈辉山这时候有些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进还是退。
我大方地给了他的手势，让他继续。妈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让辉山慢慢修，别着急。你们好好玩，我就先回家了。说完，我就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了。2个小时后，门外终于传来动静。李小青殷勤地将婆婆送回房间，走之前还故意说什么舍不得，惹得婆婆和老公又是好一阵热情。这不禁让我想到临死前的那个电话，当时的我也是这样，像个局外人一样偷听着别人的幸福，两世的恶心感股股翻涌而上。第2天，我起了个大早去 4S 店取车，工作人员说是我的车长久没保养，刹车油都要失效了，幸好来得及时，不然迟早会出事。我一阵后怕的同时又觉得疑惑，毕竟上一世因为工作忙，我都会定期给沈辉山一笔钱，让他帮我去保养车。谁知店里查来查去，也找不到这车近几年的保养记录。很明显，沈辉山把这钱私吞了，这才导致了我意外车祸身亡。知道真相的我气得浑身发抖，而偏偏始作俑者这时候打来电话，听声音，他大概刚睡醒，语气里满是不耐烦。你一大早去哪了？妈下不了床，喊得整栋楼都听见了。你没把他弄起来，就跑出去干嘛？什么时候回来？公司有事，我下班再回来。那怎么行？妈说他有点不舒服，你赶紧请假回来，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。他说的就好像公司是我开的似的。本来因为频繁请假，我在公司处境就很尴尬，要不是业务能力足够强，又不占晋升位子，早就被开了。他从来没有体谅过我的不容易，只把一切当作理所当然。妈腿不能走，你腿也断了，你反正在家除了睡觉就是打游戏的，不能带他去检查。要是我被辞了，就全滚去喝西北风吧。沈辉山被气得够呛，可能没想到在婆婆事情上顺从的我会这么说话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可别忘了，当初要不是我妈救你，现在躺床上受苦的应该是你。我冷哼一声，直接挂了电话。不说这些年我给他们的钱，就说上一世，我的命也早就还给他们了。现在想想当初导致婆婆腿断的那场事故，总觉得有蹊跷。后来再有电话，我都选择拒接。我不信一个30多的成年人这点事情都做不好，更何况不是还有个虎视眈眈钻空子的人呢？下班回家后，李小青果然在。她原本跟沈辉山约好每天上午来学画画，下午去上班，结果现在都晚上了，还在我家，甚至穿着围裙，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。我冷着脸问道：他怎么还在这？沈辉山正从厨房里端菜出来，看见我原本洋溢的脸瞬间黑了。他怎么不能在？不仅今天明天，以后每一天他都在。倒是你居然还知道回来，我是看明白了，你就是照顾我妈照顾烦了想甩手，我妈也不稀罕你伺候，所以从明天开始，你每个月给青青打2万，让她来照顾妈，你就安心上你那重要的班去吧。2万，我真是笑了，大概是我之前收了她的学费钱，她处心积虑的想要回来，所以比开的价竟比上一世还要贪。我1月不过3万多的工资，他1没文凭2没资格证经验的，凭什么要这么多？他是能替代妈在床上躺着？沈辉山气得跳脚，你诅咒谁呢？青青又会打扫又会做饭，要不是他心地好，怎么可能只收2万？最重要的是妈喜欢他，有什么比老人心情更重要的？这才几天，魂就给他勾没了。李小青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，满脸愧疚。山哥别说了，既然兰姐觉得我做不好，我不做就是了。以后你们有事招呼我一声就行。
我辛苦点没事，只要阿姨健康不出事儿就好。原本心疼钱的婆婆听了这话，立马想起早上下不来的窘迫，大手一挥，直接决定，就这么定了。你不出钱我出，哼，总不能让盼着我死的人如愿。我知道她在点我，想起上一世，我坚决不同意出这笔钱。婆婆心疼儿子，也是说她来出，可她每个月的生活费不还是从我口袋里拿的？当时的那笔钱是给她买药买补品用的。我之所以可以容忍沈辉山不去上班，就是想让他在家照顾老人，也省了一笔护工费。看我跟沈辉山吵架，婆婆还来劝，多大点事儿，我这腿也就这样了，那些东西吃不吃的无所谓。结果这补品才断了几天，她就开始吆喝说这不舒服那不舒服。无奈下，我只好再拿钱给她买。这三人摆明了一开始就算计我，只是我太蠢，上了当。但这次我可不会客气了，既然赶上门做保姆，不用白不用。我把外套脱了，扔在沙发上，对着李小青扬了扬下巴。行，既然是花钱请的保姆，那就把我衣服给收起来。我今天工作累，你把所有东西都成一份送我房间里来，我倒要看看这值不值2万。李小青委屈巴巴地看着沈辉山，但谁料后者就是个直愣子。沈辉山觉得这是李小青展现自己优势的时候，忙兴奋地催着人进厨房。太好了，青青，你可以留下了，你赶紧去弄菜，给你兰姐好好尝尝你的手艺。李小青咬了咬唇，最终还是不情愿地给我端菜去了。半夜我睡得迷迷糊糊，突然听见窗外传来哭声，我想让老公去看看怎么回事，谁知一摸旁边竟是空的，走到窗口才发现他正举着手机电筒和李小青说悄悄话。我们两家虽然住门对门，但阳台就隔了1米左右的距离。李小青抹着泪哭诉说我不喜欢他。沈辉山安慰他自己脾气差，嫉妒你温柔体贴而已，你别放心上。再说这钱是我妈出，只要我妈喜欢你就够了，别管他。李小青哼唧了2声，又说担心自己花太多钱了，惹婆婆不高兴。沈辉山大手一挥，嗨，2万而已，我随便卖幅画都不止这个钱，你别听我老婆危言耸听的，她自己没本事就喜欢贬低人，她不知说你，还老说我呢。我要不是为了照顾我妈，早出去开画展当教授了，还能忍得了她个女人爬我头上？我就是太孝顺，没办法，要不说她没出息呢。原来所有的能耐都用在吹牛上了。沈辉山在画画上不仅没天赋，还不努力，相关工作根本没人要，其他普通的体力活他又看不上，这才是他不出去工作的根本原因。偏偏李小青也不知道哪只眼睛瞎了，还真当他是潜力股。听到这话，终于放下了心，一连吹捧了好几句，把沈辉山夸得飘飘，然后两人依依不舍地分别。我趁着人没回来，赶紧溜回床，闭眼假寐。毕竟现在还不是出手的时候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李小青都勤快得很，早上6点就来家里伺候婆婆，又是洗衣做饭端茶送水，又是聊天唱戏解闷的。婆婆被她哄的是1分钟都离不开，我也不管她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心思，我只当不知道，捡着便宜用就是。正巧我先前忙，很多过季的衣服否没来得及整理清洗，挑了个大晴天，我全给她翻了出来。很多丝织品都是不能用洗衣机的，我就让她给我手洗，洗完还不够，家里很久没有大扫除了，自然也是她的活。李小青在我面前唯唯诺诺地应了，转头沈辉山就冲进房间质问我：
你以为自己是什么有钱人家大小姐吗？还真把青青当仆人使唤呢。她照顾妈已经很累了，洗衣服、扫地这种小事情你就不能自己做？你没手吗？我瞥了她一眼，自顾自地化妆。自从嫁给这个蠢货，我都忘记上一次打扮自己是什么时候了。既然你这么心疼，那就替他干啊！正好把水池里的碗也洗了。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？沈辉山平常在家就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爷，说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手，跟他理论的时间我活都干完了，所以懒得计较。但偏偏有些人就是得寸进尺。我涂好最后的口红，背着包把碍眼的人往旁边一推，他不干你也不干，那就都给我滚蛋！还有，你这画画教学谁让你停的？我收了2万，那是绝对没有退回去的道理。要是他考级没过，看我不把你所有的画笔全扔出去！沈辉山被我的气势吓到，但还是梗着脖子说：“你敢？你可以赌啊！反正最后不开心的又不是我。”沈辉山气不打一处来，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，最后只能盯着我的包说：“今天周末，你不在家待着，画成这个骚样子，想去哪？去玩啊？那凭什么你出去玩？我要在家搞卫生。”我甩了甩头发，轻蔑一笑：“凭什么？凭我能赚钱呗！”说完，我也不管他黑青的脸色，踩着好看的高跟鞋径直出了门。沈辉山虽然蠢，但眼力劲还是有点的。他和他妈现在的生活都靠我养着，短期内也不敢太过分，所以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家里已经是一尘不染。甚至李小青还因为撒娇不想画画被他训了一顿。1个月下来，李小青又是要干活，又是要练习画画的，黑眼圈都重了不少。但我知道，他现在所有的忍耐都是有目的的。果然，没多久，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。那天我因为忘带文件会回来，却发现婆婆一个在楼下花园听收音机。要知道，她自从瘫痪后就非常厌恶出门，别人异样的视线对她来说就是凌迟。况且她现在离不开人，怎么会独自在这里？我走上前，还没来及开口，就闻见了一股极其浓郁的药水味，中间还夹杂了腐烂的臭味。低头一看，原来是她脖子、手肘这些地方都长了褥疮，开始冒水泡溃烂了。上一世，我每天背着她出门锻炼，在家也时不时帮她翻身擦洗，所以根本没出现这种情况。而现在，李小青为了讨她欢心，根本不会做任何她不想的事情，也难怪严重成这样。听说这玩意儿还会痒，大晚上她行动不便，真不知道是怎么忍下来的。婆婆听见动静，转头看到我时很惊讶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不还没到下班时间吗？回来拿东西，你怎么一个人坐在下面？李小青和沈辉山呢？”婆婆表情有些局促：“他们呢？他们当然是在楼上画画了。我就是无聊下来透透风。我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但也不打算再深究。公司那边还有人在等我。哦。那我先上去了。”可刚等我抬脚往回走，婆婆就突然拉住了我，一副很着急的模样：“你等会，我正好口渴了，你帮我去小超市买瓶水吧。这超市一来一回的，还不如我给你拿下来。”婆婆一听不高兴了：“我想喝牛奶，家里有吗？我只是叫你帮我买瓶水，你就这么推三阻四的？你眼里是不是早就没我这个婆婆了？”她这脾气来得过于突然，因为声音响，甚至引得周围乘凉的人都看了过来。我盯着她看了许久，一直盯到她不敢跟我对视，我总算是品过来些什么。婆婆一直在阻止我上楼，怕不是那2人在上面干些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。这个想法一出，
我甩开婆婆的手，就往单元楼走，任由她在我后面追着喊。随着电梯层数一级级的升高，我的心也越发冰冷。原来他们这么早就勾搭在了一起。我虽然对沈辉山没有感情，但这么多年相处下来，也算是有些亲情在。被至亲人背叛的感觉真是糟糕透了。我冲进家门的时候，李小青正好从我的房间里出来，但是她面色正常，看见我也只是惊了一下，就恢复了原来的模样。甚至从她身后走出来的沈辉山也是衣衫整洁，没什么奇怪的地方。你们在房间干什么？沈辉山翻了个白眼，不是你一天到晚家里脏吗？青青在打扫卫生啊，倒是你这个点回来干嘛？搞突击检查呀？他们冷静的态度就像一盆水浇灭了我所有的怒火，我不禁产生了自我怀疑。什么情况？难道真的是我误会了？这时，婆婆也急匆匆地跟了回来，她看见我们三人，悄悄松了口气，随后眼睛不是鼻子地道：“哼。心脏的人就是看什么都脏。你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在外头发骚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，可别以为谁都跟你一样。”李小青一听，立马上纲上线：“阿姨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兰姐怀疑我跟山哥？兰姐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就算不相信我这个外人，跟你结婚这么多年的山哥，你都不信吗？算了，青青。”沈辉山一副隐忍的模样，反正我不赚钱，在这个家就是没地位的，不管做什么都不对。他想怀疑就让他怀疑去吧。我沈辉山行得正坐得端，我真是大开眼界。我这一句话都还没说呢，三个人就给我演了这么大一出戏，要不是时机不对，我都得给他们鼓掌。我冷笑一声，走进书房，拿走了我需要的资料。临走前，不忘给这放松下来的三人一击重炮。下次偷人，记得把衣服穿对了再说。李小青先在一愣，低头才发现刚刚太匆忙，随手拿起来的竟是我的衣服。一想到那两个人在我睡觉的床上苟且，我恶心的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。所以当公司说紧急选人去分公司2个月的时候，我立刻报名。上一世为了照顾对母子，我放弃了很多学习机会。要是我记得没错，这次出差的项目牵扯到跟国际大厂合作，去参加的人回来后不仅拿了奖金，因为有大项目经验，1年后还有资格被晋升外派。上头催得急，当晚我就得整理行李，坐半夜航空出发。回去的时候，李小青不在，反倒是沈辉山看见我，心虚的恨不得脑袋钻马桶里。可是等了很久，也不见我发火，他开始拿不准主意。再看我把所有银行卡和值钱首饰都往包里装的时候，他急了：“老婆，你这是要离家出走？你误会了，真的。我跟青青能有什么呀？就是家里花洒坏了，他淋湿了衣服。”随后拿了一件给他穿而已。你走得太匆忙，我都没来得及跟你解释。亏得他们想了一下午，就想出了这么个蹩脚的理由。我把行李箱全部打包好后，微微一笑：“老公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只是去出差而已。我也想过了，确实是我太敏感了，你别放在心上。等我回来后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吗？”沈辉山原本慌乱的脸瞬间阴转晴，他激动地握住我的手：“真的吗，老婆？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你放心去出差，家里就交给我。我知道他能保持这副狗腿样，不过是觉得时机没到，还想从我身上抠下更多的钱罢了。可我不觉得那个李小青能继续忍下去。”所以这2个月也是给他个好机会，最好能怂恿沈辉山主动跟我离婚。我也相信他有这个野心和本事。离开家后，
我将近1个月没收到沈辉山的任何信息，直到定期发生活费的那天。老婆，你吃过饭了吗？很忙。老婆，你这个月生活费是不是忘记打了？咱妈都没钱去医院了呢，你怎么不接电话？王兰，你什么意思？消息不回，电话不接，你是死了呀？好，你长本事了。我看着手机上接二连三的信息，几乎能想到他在电话那头气急败坏的样子。以前只要发工资，我肯定第一时间打生活费给沈辉山和婆婆，生怕他们哪里不够用。但这次我果断将手机扔在一边，不去理会。毕竟断掉资金才是逼着狗跳墙的第一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沈辉山依旧锲而不舍地打电话给我，甚至还去公司闹，要求领导立刻把我调回来。幸好上司早就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二话不说就报警把人给拖走了。硬的不行，他们又来软的。婆婆给我发了一大段的小作文，具体内容就是她身体不舒服，想要好好补补，但是钱不够了。字里行间都是卖惨和拿当年的意外威胁。这一次我给她回了信息：妈，你忘了，钱都被你拿去做慈善给那个李小青了呀，我没有多余的钱了。是对方很快气急败坏地回了个电话给我：之前的钱是之前的钱，你这个月的钱都没有打，跟青青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就不想给？辉山给你打了这么多电话，你都故意不接。我悠闲地躺在海边躺椅上，故作为难：嗨妈，你真是误会我了，你不知道我们最近有多忙，这项目，嗨，工作都不知道能不能继续了。毕竟我要升职，这工作确实不一定能继续做。但婆婆却以为我要被开了，大惊道：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做了什么错事，要被炒鱿鱼了？哎呦，我就说你没用，这么大个公司，怎么就你做不好？难怪这么多年涨不了薪水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心道涨不了薪水，到底怪谁？婆婆还在絮叨要怎么办，我索性借着领导找我的借口挂断，顺便关机。一时间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自打那通电话后，沈辉山和婆婆再没联系过我，反倒是李小青开始在朋友圈高调地秀起了恩爱。她发了3人一起逛街吃饭的照片，秀了沈辉山跟她暧昧的聊天记录。虽然名字用马赛克挡住了，但是对话却赤裸裸地录着山哥2个字。我默默看着他作妖，最后在他放出躺我床上的照片时，我酝酿了充足的情绪，把自己完美塑造成一个深受背叛的伤心女人，打了电话给他：李小青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个不要脸的小三，居然敢勾搭我老公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李小青笑得活似小人得志：哎呀，兰姐你发现了，可是怎么办呢？山哥如今爱的可是我，以前你还能仗着能赚钱小钱，死皮赖脸地待在沈家，如今工作没了，又是个下不了蛋的鸡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？为了真情实感，我一边滴着眼药水，一边干嚎：我不信辉山会抛弃我，我还能再找工作，他根本离不开我。李小青不屑：你以为你能想到的，我就想不到。我怀了山哥孩子，又给他介绍了工作，1个月8万，他现在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，恨不得立马跟你签协议离婚，你就等着滚蛋吧。挂断电话的同时，我也彻底懵了。沈辉山几斤几两，我再清楚不过，这工作绝对有蹊跷。其实2事我都搞不明白，李小青到底图沈辉山啥？现在我是懂了。合着他一直以为家里的房子车都是沈辉山的，以舒庆市现在的房价，那套房起码600万起，李小青打再多工也买不起。沈辉山平常又拿着我的钱到处装大爷，
没准是真忽悠到了人。而这意外的高收入也冲昏了沈辉山的头，让他以为自己真的有这个实力，所以才放心地抛弃我这个 ATM 机，同意离婚。想着想着，我就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果然卧龙凤雏都是在一起出现的，我真期待这两人知道真相后得多崩溃。项目结束后，我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赶回家。沈辉山如今自以为是成功人士，连眼神都懒得给我一个，把离婚协议扔在我的面前，快签！我所里忙呢，可别浪费我时间。我拿起协议一看，险些骂出声。这对狗男女是真不要脸，居然要求我净身出户。大概看我迟迟没动作，沈辉山忍不住道：“你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净身出户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要不是你，我妈怎么会成那样？以后都不用你看护她，给点钱总应该吧？”我嗤笑一声：“可以是可以，但这协议里得加依据。以后你们母子两个怎么样，跟我再没关系。离婚时共同财产一次性给清。”沈辉山想了想，点头应了。他觉得我这些年肯定攒了不少钱，与其要以后那点点抚养费，不如拿大头。可是他忘了，这几年我的钱几乎全给他们母子两个花了，剩下的几个月工资也被我拿去买了包，浑身上下加起来就剩3000块。他要给他就是了。而接下来的30天冷静期，我也完全不担心沈辉山会突然后悔，毕竟有人比我更紧张这婚是否离的了。李小青胀着大肚子，天天把沈辉山绑在身边，就连我俩去领离婚证，他也要跟着，直到亲眼看见那张证上盖上戳，他才终于松了口气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李小青忍了30天，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把我从这个家赶出去了。所以一大早，他就喊了人来打包我的行李。看见我悠闲地坐在沙发上喝茶，他叉着腰就骂：“你还要不要脸？现在这都不是你家了，你在这喝什么茶？还不赶紧收拾东西滚！”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一巴掌扇了下去。这应该是我问你要不要脸，一大早就闯我家门。李小青没想到我会直接上手，一个踉跄，直接摔在了地上。你居然敢打我！你疯了是不是？我肚子里可是有山哥孩子的，当心我报警！你报备，有人擅闯私宅，我正当防卫而已。我看谁敢抓我！大概是我太淡定，他也终于看出了不对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是山哥家，是沈家，你们离婚了就没关系了。要说闯也是你闯，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房产证，给了他个痛快。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这上头写的到底是谁的名字？你跟沈辉山接触这么久，不会真看不出他口袋里有几分钱吧？就凭他这个家底和能力，想在城里买房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李小青起初不信，等把证件抢过去看清楚上头的公章后，彻底懵了。怎么可能？正巧此时，沈辉山从外面走进来，看见李小青坐在地上，忙上前扶：“青青，你怎么坐在地上？当心孩子啊！”李小青挣脱开他的手，举着房产证质问道：“沈辉山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当初是你说离婚后就带我们母子住大房子的，结果这是什么意思？车呢？车不会也不是你的吧？”沈辉山无所谓道：“不就是个破房子吗？给我还不要呢，我都找了8万块的工作了吗？有这钱，攒个首付买房不过是个把月的事情。你等着，我肯定给你买更好的房子，羡慕死别人。”他这嘴硬死装的模样，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不过他这话也变相承认了自己压根没车没房就骗人生孩子的事情。
李小青强撑了这么久的神经终于崩溃了，她张牙舞爪的就往人脸上挠：“骗子，死骗子！那工作是老娘垫钱给你找的，就指望着能过户房子，你他娘的居然全是假的！”沈辉山原本还在躲，听到这话立马呆住：“你说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那不是你表哥看我优秀，把我介绍进去的公司吗？”李小青气得满脸通红，指着他鼻子：“你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什么模样？就你这文化，能让别人请你去做主管？那可是我好几年的积蓄，就是为了让你赶紧离婚，把房子过户给我。结果呢？结果你什么都没有。我这些天给你老娘端屎端尿都是为了什么？没出息的东西！你自己发骚爬我床的时候怎么不说？我本来家庭美满，还不都是你毁掉的？”眼见这两人越吵越凶，甚至有动手的迹象，我直接报警，生怕脏了我的地。好在警察来得很快，两人被带走后，我也不浪费李小青送的上门服务，喊师傅们把沈辉山母子的东西打包好后，全扔到了对面门口。看着空旷却整洁的家，我实实在在吐出了一口气，就好像这几年压在心头上的负担都随着那些行李被扔出去了。我本以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以后这家人肯定不敢再靠近我了，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沈辉山的脸皮，他竟然直接推着婆婆到公司楼下堵我，当着所有人的面下跪求我复婚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该死。你看在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原谅我吧。那个野种已经打了，我也不会再跟那个女人来往了。见我不答，她又把婆婆推上去。你不理我，你总不能不理妈吧？你看看她，看看她，那个婊子也不知道对我妈做了什么。她现在成天发烧，人也迷迷糊糊的。我身上没钱了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死吧？经她这么一说，我才发现，不过几个月，婆婆竟瘦了这么多，脸颊凹陷，眼神虚浮，就连身上的那股臭味也压都压不住，是褥疮烂到发炎了。但显然婆婆病了，脑子还没坏。她看见人多后，就开始故意哎呦哎呦的叫着疼。兰兰，辉山就是一时的鬼迷心窍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重新好好过好不好？你要是实在不消气，就怪妈。要是当初我手脚再快点躲过那集装箱，要是我没惨，哪会被那狐妹子钻空子？哎，不过这都是命数。但看见你好好活着，这双腿也是直了。呵，又来了，就是这道德绑架的一般的救命恩情，困了我整整2世。他们还故意选在人多的地方说，不就是想逼着我低头？但是这次他们确实想错了。我打开手机，播放了一段视频，里面清清楚楚地拍到了当年意外全过程。是沈辉山故意松开了我身侧固定集装箱的螺丝，婆婆趁机推开我，装作救人。只是没想到我反应迅速，在听到异响的时候就跑了起来。婆婆踏空一步，不小心摔倒，这才导致她被压断了双腿。当时场面一片混乱，我年纪又小，看见有人受伤，想都没来得及想，就信了对方的话。而这几年的相处让我意识到，这母子俩绝对不是会舍己救人性格。所以刚重生回来，我就着手调查当年的事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这场相遇相知从最开始就是个阴谋。我会把这段视频交给警察，不是没钱吃喝吗？没事，国家养你们。沈辉山吓得脸色惨白，他下意识就要上前抢我的手机，但公司保安也不是吃素的，在他冲上来之前，已经飞扑将人拿下。婆婆见心爱的儿子跟狗一样被按在地下，心疼的嘶吼：“你们干嘛？放开我儿子！你个贱人！”
当初明明是你自己先请我儿子吃饭勾引他的，后面又装作不认识。我们设计你怎么了？还不是你假清高装模作样？我一直很好奇，他们到底怎么选中我的。经婆婆一说，我才想起来，之前碰到一个人偷吃，被店家打得要死。听说是刚毕业的学生，没找到工作，吃不起饭。我一时心软，就帮他付了钱。没想到曾经的善心居然被利用，最终导致我一辈子的不幸。想到这里，我又忍不住上前踹了沈辉山几脚，当初就应该让他被打死。在那之后，沈辉山因为当年事件，因故意伤人未遂被判了2年。婆婆没了人照顾，只好联系乡下亲戚。当年她看不起村里人，如今她灰溜溜的回去，自然也没人愿意管她。扔在老房子里没几个月，就因为全身溃烂、高烧不退，活生生给熬死了。听说她死的那个晚上，凄惨的叫声整个村都听得见。收到消息的时候，我内心毫无波澜，只是担心以沈辉山的性格，怕不是会将所有的过错推到我身上，出狱后报复我。这时，我想到了李小青，当初她打胎伤了身子，别说在钓金龟婿，连走路都虚，找工作更是难。所以每次等她找到工作，我就搅黄，还找人威胁她说是沈辉山坐牢前吩咐的，等他出来，肯定第一个弄死破坏他家庭的小三。2年的威胁，终究是让李小青的精神承受不住压力，彻底疯了。在沈辉山出狱那天，他拿刀割穿了那男人的大动脉，而此时的我正坐在前往新西兰的飞机上，加薪升职，前途光明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